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，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如果你是骨质疏松的患者，而你正在打针或者是吃药治疗的话，这一集你可能要认真听哦。如果呢，你吃药或打针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是不是在想说，现在肺炎的疫情这么严重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去拿药，应该要回去打针呢？我们这一集就来谈谈我给骨质疏松患者在疫情期间的4个建议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建议就是说，在疫情期间应该还是要维持健康的生活，才能对你的免疫力、对你的骨质密度有帮助。这些健康生活习惯包括高钙饮食啊，然后有适度的运动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晒太阳，然后还要有比较健康的习惯，例如说不要晚睡啊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等等。有这些健康的习惯，你也不会感染肺炎，你也比较不会骨质一直疏松下去。那因为年长者刚好就是肺炎的高危险群，所以应该要尽量避免出入那些密闭的公共场所，例如说像是健身房，这个就比较不建议。所以刚好去户外运动，去户外走走路、散散步，刚好可以晒晒太阳，对骨质、对免疫力都非常有帮助。那第二个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正好已经到了时间要做骨质密度检查了，应该要延后呢，还是应该要马上就要去做？我告诉各位，应该是可以延后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只是定期的追踪，例如说2年追踪一次，那因为骨质密度在变化都很慢，可以过几个月再看看，等疫情比较趋缓之后再去重新检查骨质密度，这个应该是 OK 的。但是有一个情况要小心，如果你是因为吃类固醇造成的骨质疏松的话，那这个骨质密度在下降会比较快一点，比一般的骨质疏松还要快很多，所以建议是半年到1年就应该要检查一次。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，你可能回去拿药，例如说风湿免疫科或其他内分泌科等等其他的门诊的时候，可以顺便就做骨质密度检查。那第3点建议就是说，药物的调整部分。事实上，骨质疏松的治疗跟其他的慢性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，都不建议在没有跟医师讨论的情况下就贸然停药，因为停药就会造成骨质密度下降，造成骨折的风险上升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敢去医院拿药，想要停药试试看的话，而且你的骨质疏松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的话，你想要试试看的话，我这里有几点建议，因为它是有药物上的差别的。如果你是吃每个礼拜吃一次的双磷酸盐类药物，或者是1年打1针、3个月打1针这种双磷酸盐类药物，比如说福善美啊、骨力强啊、骨维壮啊这些如果停药的话，骨质密度大概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它并不会立即的下降。所以双磷酸盐类在停药方面是比较没有疑虑的，或许你可以考虑短期的暂停。它并不会有太大的疑虑，但是如果你要暂停，最好还是跟你的医师讨论会比较好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使用宝格丽这种半年打1针、皮下注射这种药，要小心，不建议停药或者是太慢去打。如果你延迟的太久或者是停药的话，这个药物它虽然效果很好，而且副作用也很少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打。但是呢，它一旦停药，骨质密度会下降的非常快。会快速的增加脊髓骨折的风险，所以建议如果你是打宝格丽这种半年打1次的药的话，应该要按时去打比较好，做好防护，然后就到医院或到诊所去打针，这样对你的骨质密度是比较好的建议。所以这个是不建议中断。好，那第4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小心预防跌倒，因为我们预防骨质疏松、治疗骨质疏松，就是为了要避免跌倒骨折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更特别的小心，因为一旦跌倒骨折，你就被送到急诊室去准备开刀。那急诊室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病人最多的地方，奇奇怪怪的症状的病人最危险的地方，武汉肺炎的病人会进去的地方，所以要非常小心，避免跌倒，以避免你进到急诊室去，或者是进到医院去准备要开刀。开完刀以后呢，会有一段时间你会在床上躺的时间会比较多，那你的生活上会比较不方便，而且呢，你甚至有可能在床上吃东西啊，呛到啊，就会造成吸入性肺炎。那吸入性肺炎甚至比武汉肺炎还要严重，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败血症啊，可能就会休克
会造成有生命的危险，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非常小心。好，以上就是给骨质疏松的病友的4点建议。第一个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骨质密度检查没有那么急，可以停。那第三个呢，是骨质疏松药物不可以贸然停药。如果你是要去拿药，拿其他科的心脏病啊、糖尿病、高血压药，你就顺便拿。那但是如果你只有骨质疏松这一科的话，你只是要看骨质疏松，拿骨质疏松的药的话，如果是双磷酸类的药，可以稍微停一下是没有关系，但是宝格丽不建议暂停。那第4个就是一定要预防跌倒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疏松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